百哥全新美食系列，吃什么开跑啦！今天为你呈现一款有2种变换吃法的小鸡造型便当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开火！既然要做便当嘛，那短时间内做出可长时间保存的料理就是铁则。白饭最花时间，所以要先煮。由于便当在外带过程中会变得有点干，因此煮饭的水量要比平常多一点点，真的是一点点就好哦。接下来是煮菜的部分，选择用冷冻炸鸡块有几个原因，因为冷冻食品凡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鲜，很多时候比自己处理生肉更加安全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千万不能够解冻。油炸冷冻食品都一定要在冷冻状态下直接下锅油炸，才能够让面皮的冰块迅速蒸发，形成小细孔，外衣才会变得酥脆。解冻后的炸鸡外皮都被冰水泡软，是炸不脆的哦。另外一个小贴士是在起锅前可以转大火炸30秒左右，就可以把炸鸡内的油给逼出来，口感更加干爽。炸好后的鸡块先放到厨房纸上吸油。像 NutriPass 的 Tatsuta 炸鸡，除了已经做好腌制、裹粉、调味，还包括去骨这个繁杂的步骤，所以非常省时间。这一颗就是我们前一天把它连壳冻起来的生鸡蛋。把壳剥掉之后，按照沾米粉、蛋液和面包粉的顺序裹上外衣，就可以下锅油炸。炸冷冻鸡蛋天妇罗的要诀是油温要高，如果油温太低，面衣和鸡蛋就会骨肉分离，而且还容易爆开溅油，所以千万要保持高度警惕。危险的炸弹完成后，我们就要来做便当底料。红喜菇下锅煸炒，接着放入盐、胡椒粉和一点高汤粉，再加入玉米粒，炒熟之后取出备用。最后就是装盘过程啦。白饭稍微放凉后，用保鲜膜捏成圆形饭团。我们先做一只白色小鸡，再做一只加了拌饭佐料的彩色小鸡。先往便当盒内装入蘑菇底料，记得中央的位置要留个空间给饭团和主菜哦。接着先放入一颗饭团，用海苔剪出小圆形，做成小鸡的眼睛；用2颗玉米粒做成小鸡的嘴巴，再放上用红萝卜切出的 V 型鸡冠。腾出空间，放入冷冻鸡蛋天妇罗，再加入 Tatsuta 炸鸡。用小番茄塞满空间，就能够避免因为翻滚而破坏便当造型咯。小鸡造型便当完成。最后再教你一招冷热双吃的汤泡饭吃法，配料和便当都一样。我们先可以看看这一颗冷冻鸡蛋天妇罗的流心蛋黄成不成功？完美。接着再加入味增酱，倒入开水拌均匀之后，就会变成另外一道味增汤泡饭咯。这款小鸡便当用饭团沾味增酱，干吃的话风味十足，也是日本的常见吃法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找得到热水，还可以做成味增蘑菇汤泡饭，变成暖心又暖胃的热便当。想要知道这个单元还有哪些好吃的料理吗？记得留守百哥哟。